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今天这个影片编号00695，这是2026年投资第一堂课，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第二章。我们今天讲长期投资正确的标的，在开始之前，因为我本来不想花这个时间来讲这个事情的，不过就是说，呃。在留言板里面，这位朋友他28岁，那他姐妹都不投资也不存钱，那只有借贷，还被借来钱把它花一花那他介绍这个影片给他们家人，对，讲的就是你你如果是朋友介绍你来听的，你最好仔细听，不然的话，你现在不好好为自己的退休打算而坐吃山空，每个月都是月光族的话，你不要掉以轻心，以后流浪街头，这个无家可归的就是你所以这位朋友担心他的姐妹不投资，家庭也不理财。那如果有家里可以靠还好，如果没家里可以靠，那怎么办？那大家都坐吃山空，这个就是我们最不喜欢见到的一种状况了大家都无所谓，都可以，没关系，有钱就花，没钱不要花，是这样子吗？最后你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就是你。就会是你你不要掉以轻心。朋友介绍你来听我们的影片，你就好好仔细听，不然你就会变穷，你就会变无家可归。朋友已经那么仔细的介绍给你看了，你还不仔细看？这位朋友介绍给姐妹看，姐妹也不看，家里也没人要理。所以，如果只懂得享受人生不存款的，那你就去做无家可归下流老人好了所以有时候谈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很无奈没办法觉醒的人永远就穷，99.99%的人就是穷而且现在 AI 开始了。AI 是一种典范转移，会取代所有全世界的人类，99.999%的人就会变穷光蛋最后看政府要不要发这个基本收入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无奈，没办法救，那也没办法了看到这种留言，这个朋友留那么多，我看他也是很无奈。那我也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对，是他也是自己觉得也无所谓吧。看他这个 Hello 老师，Hello 什么，就是要谨慎啊，这谨慎、谨慎再谨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说，朋友介绍看我们的影片，那他看完之后，他就说。我就没有钱投资我每个月还要缴贷款呢。那我如果不工作，不做劳工，我怎么投资呢？你为什么要买房子？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一句话：不要买房子，把房子卖了，就这么简单。你先不要讲什么投资，你先把房子卖了，就有钱投资啦。你为什么要去买房子呢？讲说，我现在不做劳工，我怎么投资？做劳工也赚不到钱，赚到钱也要去缴贷款，那我怎么投资？你帮我想办法。写这种 email 来的人，我怎么解决呢？就是卖掉房子啊，一句话，没有别的解决方式。好了，我们回来今天的课程好，我们长期投资正确的标的，就是说，你第一个要投资，第二个要投对哦。我们今天第二章投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选对标的那不然你选错标的，很多人就去选什么 VT 啦、VOO 啦、SPY 啦，那永远没办法达到你的目的。当大家都已经10亿、100亿的时候，你几千万你就是穷人所以第一个选对标的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投资指数基金，巴菲特说投资 SPY，你就跟着投资 SPY。巴菲特人都快走了，他变穷了，也不关你的事。可是你不可以啊，你还有50年呢、你50年后才发现巴菲特讲的标的不是这么好的时候，就太晚了。所以错误的方向永远无法抵达目的
投资一定要选择广基型的指数基金哦，还要对，还要选对市场，不是选什么世界基金呐、或者什么这个越南基金呐、澳洲基金呐、欧洲基金呐、不用，你就选美国就对了。还有，你不要投资长期债券哦，不可以投资什么公司债，不可以投资理财专员介绍给你的什么某某某，名字很好听，只要是债券你就不要投资，什么债什么债，你只要听名字越长的就越不要投资，反正理专介绍给你的，你就是不要投资，不可以投资任何债券，你唯一可以投资的就是现金放于短于1年的国债。哦，美国就 VOXX 不卖没有税，不然就是00865B 台湾的，不然就是货币市场基金，美国还有货币市场基金，那台湾我就不知道哈，台湾就是00865B 就好了。好，好了，免责声明，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大家还是谨慎小心了哈。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税务人员。什么是广基型的指数基金？它就是一种被动型基金，通常它是表彰市场市值加权的指数基金。哈，你想这里市场指数基金哦，我这个就是今天就做了，做了就马上跟大家讲了哈，所以 OK 就是广基型的加权指数基金，就这么简单。那美国就是 QQQ，台湾就是00662，或者是全世界各地有相同的 QQQ 的指数基金。台湾的朋友如果要有少量的0050也是 OK 啦，因为台湾最近也搭上 AI 的供应链列车，短期内也是不错了，因为这个 AI 这个产业可能也有10年、20年的机会哈。虽然不知道会有几年了，不过这一段景气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现在我还是建议大部分的还是美国 QQQ。啊，因为很多台湾人就会来问说，他有持有50050，还会继续持有吗？还是转00662？那台湾因为整个产业都是 AI 产业嘛，就是护国群山，所以0050应该也是不会太差的。那你觉得那么爱台湾，你要投0050，我觉得也 OK 了。可是不要投资的哈，什么其他的就不要再投资了。什么有些人就是 VT 啦、SPY 啦、VOO 啦，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不要投资了。你投资的话会变穷的哈。我再跟你讲，投资这个会变穷的哦。为什么会变穷？我跟你们讲哈，你们看着这个，我分享好了，然后就直接跟大家讲。哦，你看这个是 QQQ 哦，那 QQQ 的绩效全部 OK，我把它改成百分比好了，OK，它涨了12倍左右，从这个这是哪一年？年度没上，好，在1999年左右吧，到现在是涨12倍。那你比较一下好了，你们比较一下好了，那个 VT，很多人讲 VT，那你看看 VT，它是从这里开始，2009年吧，
你看怎么比就知道了。哦，这个不帮你变虫才奇怪。哦，那你什么 VOO 也是很糟糕啊。那你说 SPY，你看 SPY 也是很糟糕啊，一个是12倍，SPY 是5倍。当然，这个是我们如果拉到大家都同一天的话，在这里好，再到这里比，哎，啊，为什么少了一家？哦，那家是一样的，跟那个是一样，VOO 跟 SPY 是一样的。哦，那如果同样的时间段好了，那这个 QQQ 涨将近10倍，SPY 跟 VOO 涨5倍，4.5倍而已。那 VT 全世界的才涨2.5倍，那你不变穷才奇怪嘞。哦，所以不要投资别的，跟你们讲，不要投资别的。我投资40几年了，啊，不会害你们的。哦，好，为何选择美国？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角色在世界。全世界的供应链从原物料、石油、矿产之后，可能要加工，加工变成生产制造，变成成品。接下来成品卖给谁？就是卖给这些品牌商嘛。你们在台湾的朋友都很清楚啊。所有台湾的高科技都是在帮这些大品牌做代工，除了宏基之外，要死不活的宏基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在做品牌啊。啊，那个华硕也是要死不活的。那如果台湾不是，如果做品牌，这两家都要死不活的，那台湾还能活吗？还能这么好吗？当然不是嘛。台湾当然是帮这些美国大厂代工的，才有办法存活到现在嘛。那台湾的台积电也是帮辉达、苹果、Google 这些大厂，Broadcom 大厂做 IC 才能够沾点光嘛，所以一定是要美国公司带领的产业链才有机会嘛。而且你靠美国越近的产业链，当然就越好嘛。哦，所以台湾就是沾到这个美国的人工智慧的边，所以台湾的绩效算是不错。那现在因为拉货的原因，所以硬体都是缺货，所以台湾是刚好做硬体的，所以在 AI 里面做软体的会死掉，那做硬体的会活。那做硬体里面，那个像做 AI 的这个设备的，还有那个 Google、Amazon 这个Google、Amazon，还有我看算力的还有谁？Google、Amazon 没了。哦，所以Microsoft，所以要么就是有算力的人做军备竞赛的人，要么就是制作这些武器给这些军备竞赛的人。那台湾就是 number one。哦，所以这是有产业链的关系啦。美国品牌销售与产品创新，所以美国的人工智慧的创新创造了整个云端计算跟人工智慧的计算，附加价值、毛利率就很高，所以他们就站在最有利、最有效的地位是美国。那台湾是沾了个边，所以台湾也跟着这个飞起来了哦。那所以除了美国这个附加价值的火车头之外，再来就是台湾跟韩国。哦，还有中国，主要是做产品制造外销。那美国就不用中国的产品嘛，哦，所以美国又拉动了台湾，再来就拉动了韩国。那中国制造主要是自给自足了，哈，所以韩国、台湾只能出卖国人的劳力跟物资，还有污染自己的环境，把产品卖给美国，沾点边。所以再来。
其他的国家就第三世界没有用，原物料、矿产这些都很少的附加价值。那欧洲也是一样，欧洲现在几乎已经不在人工智慧的产业链里面了，所以欧洲可能都会落入第三世界了。所以投资一定要小心哈，不是随便抓一个地区来投资就可以了哈，更不是说闭着眼睛投资全球哈，你就会变穷光蛋哈。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世界的产业链，就像一个火车，美国是一个火车头，所以你要投资就是投资火车头。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那台湾沾点边，赶快第二车厢，台湾还勉强可以，其他都不能投资了哈。其他的车厢如果车速长期会快过火车头的话，那你觉得这整个全世界的产业链会怎么样？这个火车会怎么样？当然就会失速啊，会翻车啊。所以你投资其他车厢，绝对不可能长期超越美国这个火车头的。所以依据这样子的投资哲学跟投资逻辑来看，所以不要去投资其他的车厢，更不要去投资最尾端的车厢，什么原物料的，巴西的、南非的、澳洲的、加拿大的、纽西兰的、欧洲的，都不要投资，都不要投资。OK，所以这是非常这个底层逻辑要先搞清楚。不要被外面的妖魔鬼怪抓去了，去投资其他什么 VT、SPY，不用不用，你就投资美国高科技相信美国，相信科技，相信人类，你只有这个选择，你才会富有。未来的科型社会没有其他选择，要么就是极端富有的一群，就像我们这样子，要么就是极端贫穷的一群，中间没有了。因为人工智慧是一种典范转移。什么叫典范转移？就是手机取代了家里面的有线的电话，那有线的电话制造商就完全消失了。平板荧幕 LCD 荧幕出来，就把印象馆的公司全部 wipe off 掉了，就全部淘汰掉了。这就是典范转移。数位相机出来，把底片胶卷淘汰掉，全部淘汰。它不是一点哦，它是全部淘汰掉，那就是典范转。CD 片把黑胶唱片大部分都淘汰掉，几乎消灭不见了，几乎绝种了，那就是一种典范转。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严重而且要严肃面对的，就是人工智慧的典范转移。过去的典范转移是将产品消灭掉，可是人还存在。人工智慧这个典范转移是会把整个人类取代掉，所以你要找工作还真的找不到了。只有0.001%的像 CLEC 的朋友还投资，还有活命。不然你就算有工作，以后也会不见了。你如果不投资，你就是会贫穷。所以以后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极端富有的人，一种就是极端贫穷的人，没有中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在教育大家？那你如果还掉以轻心的话，那神仙就很难救这个无命客，这个命运的安排。你再怎么，你就不听我们的，你还在那边游手好闲，还在掉以轻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绝对只有投资美国高科技，你才有活命的机会了哦。我已经讲好久好久了哦。OK，好，这就为何选择美国？那美国纳斯达克的100家里面前10家，你看就是 NVIDIA 第一，苹果第二，微软第三，Google 第四，
，Amazon 第四，Google Google 第五，Broadcom 第六，特斯拉第七，Meta 第八，Micron 第九。你看，全部是 AI 的。以前还有 Costco，现在 Costco 不知道跑去哪里了。那现在跑进来一个 Broadcom，也跑进来一个 Micron，沃尔玛应该也在纳斯达克里面，可是已经都不是 AI 的，所以不会在这前九大、前十大了。所以我们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个光这前十大就已经占到46%了，所以你一定要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那很多人会投资什么 Mega Seven 或什么，那个数量太小了。你 Mega Seven 哪一家随时都会被淘汰掉，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投资 QQQ 100家，你会比较安心。不要再改变了，去怎么投资50家的，或投资7家的，或投资什么00757的，那波动太大了，不需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QQQ，除了10大持股之外，它的年化报酬差不多21%，过去10年年化报酬21%。那我们刚刚从那个图上也可以看到，哦，刚刚前面那个跟 SPY、VOO 啊，还有 VT 的比较。所以这是美国 SPY 长期的比较图了。那 SPY 就是差不多9% 10%，那 VT 会更糟糕。我们刚刚看过嘛，VT QQQ 涨10倍的时候，VT 只涨2.5倍，那 SPY 涨5倍，所以 SPY 只有QQQ 绩效的一半。那这个 VT 全世界只有美国绩效的1/4，那你看看你投 VT 不穷才奇怪。好，这个图片我现在重新抓也抓不到了，所以我用旧的，就是说从1941年，因为现在雅虎 Finance 它也不提供这么长的资料了。那这个是到2020年吧？那这个算起来也将近有10% 年化报酬，9%、9.5到10%，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个算到2024年吧，2024年这个9.65%哦，这个都已经不容易再抓到这种资料了。好，资本主义致富的钥匙就是长期投资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这个重点我再念一遍哈，就是长期投资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你才会富有。那怎么做呢？就是有钱就买，长期投资打死不卖。简单就是有钱就买，打死不卖。就好像你是地主一样，你地主人家佃农帮你耕种，你会卖地吗？不会啊。所以，我们纳斯达克100家公司我们都不卖。那这100家公司的员工跟着总经理都是帮我们在打工。所以，Elon Musk、Steve Jobs 不是 Steve Jobs，Tim Cook，还有这些很黄仁勋都是帮我们打工的，然后，所以我们才是资本家，他们是劳工啊。所以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干嘛把地卖掉？不要哈，永远要抱紧紧的。好，这个图是让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美国200年的资产回报关系图哈。美国指数年化报酬哈，假设你在1801年一直投资到2021年的话，你美国指数回报会回报多少倍？大家知道吗？10000倍、10万倍，还是100万倍？不止。总共是涨了2774万倍，2774万倍，将近2775万倍。你投资1块钱就会成长成2000多万。你如果投资债券，那年化报酬低一点，你的1块钱就会变成34000块而已。
你投资股票会2775万，你投资债券再怎么好，也只有34000而已。你投资国库券，只能得到5000块，1块钱变5000块。什么叫债券？债券就是长达5年以上的叫债券，1年到5年的叫国库券。哎，不对啊，国库券 T-bill，国库券好像短期的哈，它有一个叫 bond，一个叫 T-bill，那另外一个叫做 T-bill 是超了短于1年的。OK，黄金的话，回报率差不多2.124%，黄金就顶多是打败通膨而已了哈。那你如果放现金的话，那就会亏到剩你会一块钱会变成1/20，那就多少？1/20就是五分钱哈，1块钱200年后就5分钱哈，现金就最后都会没有了。好，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那不要投资债券。你看看这个 TLT 就是10年的公债，你从2002年到现在将近20年，这个公债没有涨，虽然股息差不多4%了，所以你这个年化报酬持有20年，就是年化报酬就只有4%。那这个也还得要在低点买。你如果在高点买，假设在那个最高点，那个2020年那时候高点买，那我算给你看，你那时候高点买到现在，你从164块跌到剩85块，跌掉一半，所以债券风险很大，就是你看它跌多久，跌多久。从2020年跌了5年、6年、7年，跌了7年，还喋喋不休。你说债券有比较安全吗？债券风险很高的，小心了，不要去碰长期债券，不要去碰长期债券。我还是告诉大家，不要去碰长期债券，更不要去碰什么公司债、垃圾债、结构债，什么这个债券是很大公司，苹果、纳斯达克什么都不要碰。只要听到债券，你就不要碰。你唯一能够碰的债券就是短期债券。美国就是 BOXX，说是 SGOV 或者是 BIL，台湾就是00865B，其他就不要碰。你们碰到炸弹，你不炸得粉身碎骨，最后你孤魂野鬼都找不到人了。好，这里要跟大家讲，股票长期是安全的，短期当然是风险，短期当然是有风险，可是长期是安全的。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各项资产哈，这个一年的话，红色这里一年的话。有可能高达回报将近70%，单一年度最高回报可以到70%，最低可以亏掉将近快40%，所以你持有股票就是这么震荡这么大。那你持有长期公债，你最快涨最多的可能可以一年有涨35%，跌会跌掉22%左右。那短期一点的国库券可能5年的，那涨会涨20.25%，跌会跌15%，这是一年。那经过持有的年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你持有20年的时候，股票的回报率就接近它的平均值，就10%、11%，那没有亏损，最少好像也有2%，就是至少可以打败通膨。那你如果超过30年，你一定将近有快5%左右。可是你持有国库券或债券，你持有30年都还有可能是亏损的，你们看到都还有可能亏损。
所以这个图要跟大家讲，就是你持有股票越长，你就越安全，因为最后20年，其实15年以上就不会有亏损的。可是你持有其他的国债，你有时候持有20年，你还是亏损的。像那个刚刚那个 TLT 持有了7年，还亏损50%。哦，所以你就知道公债是风险很高的资产，不要碰，不要碰。债券比股票难多了，然后所以不要碰。好，这个表的话，再讲一件事情一样，然后就是持股的回报率，就是股票持股的回报率。那股票持有1年，最高可以达到52%左右，这是期间是1950年到2002年，最差的一年可以达到负的26%。如果你持有5年的话，你最好的情况会年化报酬23.92%。可是你的亏损有机会持有5年，年化亏损还是会亏2.36%。你持有10年的话，你最高可以达到19.35%。就是说，你随便取十年，就是1950年到2002年，随便取十年的区间，你会取到最好的十年，绩效会19.35左右。最差你也会有1.24%，也就是持有在这段期间持有10年，你是不会亏损的。你持有15年的话，你最高可以达到18.83%，至少也有4.31%。如果你持有20年，你的回报最少有17.87%，最高有17.87%，最少也有6.53%。所以你持有越久，你就越安全，这就是股票。好，讲到这里，那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投资？其实有时候我也要劝退一些人，就是说你无法承受市场下跌的人，请你就离开市场，就不要投入股票。你不要投进去了，市场一跌，你又紧张了，那你会紧张，会怕亏钱，那你就不要投资。不然你就只能投资你输得起的钱，就是你可以持有长期10年、20年的钱，你再拿去投资。短期需要用的资金不可以投资。指数基金相对其他的投资都是非常安全的。如果连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你都没办法承受那个波动，那你要避开所有的投资，应该没有投资你可以做的。你钱只能存银行，任何投资对你来说都是风险。你买房子那是更大的风险，你买保险理财更是风险。你就好好的放定存就算了。如果你没办法承受风险，哦，其他的投资都接近诈骗了，所以因为你不懂投资，投资你不懂的东西，那你就有可能被诈骗。就算你投资指数基金，我跟你讲的，你如果没办法承受风险，到时候市场一跌，你卖掉了，你就亏损了。那你说我是诈骗，那也很像嘛，哈。所以，如果你会怕亏损的朋友，那你就不一定要投资，你就躲到山洞去就好了。好，所以投资长期是会回报很高的哈，1亿会变100亿，100倍的成长不是梦。可是中间会不会有波动？中间会有波动，而且中间的波动还不小，而且会把你吓破胆。所以你要投资前要先接受这个波动，之后你要长期持有，你才可以投资哦。巴菲特说会担心下跌的人不可以投资。好，这个表的话，就是你要越早投资越好。假设我们谈不同的回报率，你
40年后要退休，假设你的回报率是12%，比如说我们是投资QQQ，那你每年投资85块美元，你40年后就会有100万美元。可是你说我比较保守，我要投资 SPY，那回报10%，那40年后你要得到100万，那你现在就要2倍的资金，就每个月要投156美元。那你如果更保守，什么投资 VT 或更保守的，那你就是一个月要投资500块，你才能够500美元，你才能够40年后达到一百美元。所以这里面就差很多了哈，说是85块跟500块，你每个月，那你如果500块你够投资在12% 的话，那你就多出多少8886，多出人家资产的6倍哈，就是说你可以500块投资在回报12% 的话，那你就会得到600万美金哈，将近1.5亿。好，那这里又牵扯到，当然你选投资回报率高的啦。可是你如果太晚投资，假设你现在年轻人刚退休、刚上班的话，那你只要每个月投资85块美金，你就会有100万美金。40年后，那可是你如果只剩10年就要退休，那你要准备100万美金，有3000万台币的话，那你每个月要投资4300美金。4300美金就将近13万左右了，13万左右。那你10年就要准备退休，要有3000万台币，你每个月要投资13万。那你如果一开始40年前就投资的话，那你只要一个月投资3000块就可以，8324，2400块，你就可以得到3000万。所以这里表可以看出来，就是你越早投资，你每个月投资金额可以少一点，你就会达到100万。这个表示鼓励大家，第一个要选择高回报率的投资，第二个就是要选择这个越早投资越好。什么时候投资最好？现在投资最好，不然就是40年前、10年前，最好的投资就是10年前或40年前。第二好的就是现在，那过去的你不能追回去了，那你只能现在。今天会比明天好，今年会比明年好，所以立即马上有钱就马上投资就对了。市场永远涨不停哈，因为我们投资的是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那人类就是会一直成长。美国就会依据高科技一直成长，从过去的火车、蒸汽机到汽车，到电脑，到 IC，到这个数位相机，到电脑，到网络，一直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永远你都有想象不到的成长动能。所以要相信美国，相信人类，与美国人类共存亡，这样长期获利，但不代表短期不会亏损。所以你要接受短期的波动，你才可以变成富豪。所以记得6尺高的人也会淹死在平均2尺深的水。什么意思？假设你没有做好风险控管，你去借钱去融资，等到跌下去，你被追缴，被强迫卖出。虽然未来成长会很高，可是你中间会淹死，所以投资活着比回报率更重要这也很重要。现在任何的高点，未来都是低点所以但是还是有人会在市场破产，为什么？因为在下跌的时候，有时候会跌得像无底深渊一样。那你害怕杀在最低点，或者是因为你借钱借太多，没有钱还款，证券商把你融资断头，那你就出局了。
那你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投资一定要活着哦。投资做好风险控管，才可以在市场下跌80%的时候，你还能存活。所以记得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如果股市跌80%，你还活着吗？你要先模拟这一点，才能够做投资。投资不需要知道很多了哈，那以下的东西你就不要问，你不要问我个股，你也不要问我没有提的其他投资标的，你也不要问什么时候买，你也不要问什么时候卖，我们只有买不会卖。你也不要问什么时候会跌，也不要问什么时候会上涨。问我现在还会再涨吗？你问我现在还会再涨吗？不用问。你说市场跌还会再跌吗？你也不用问。所有涨跌时间、空间你都不要问。我们该有的答案在课堂里面都跟大家讲过了哦。所以好好学习，好好看影片是最重要的。投资不是懂越多越好，不是你在网络上看越多影片，搜寻越多，学越多就会越好。投资其实学越少越好。你只要学会今天的课，有钱就买，打死不卖。买什么？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打死不卖就是最关键的。其他不用学也没关系。好，我想我们今天第二堂课，投资第一堂课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就讲到这里了哈。那留言板有讲义，可以去那边去下载。那有问题的话，你就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就今天先分享到这里。过几十年之后，过几年之后，如果大家已经都有十几亿了，那我就要来开一堂投资100亿的价值100亿的投资讲座。对外面的人来说，我们像疯子一样；可是如果觉得我们是疯子的人，我就知道他是穷酸鬼啊。好了，那就是这样子了。今天就谢谢大家，好，下次见，拜拜。